我和树妹正上山采药之时，遇到了一只身受重伤的青鸾。我拿出伤药为青鸾救治，树妹却要拿青鸾去谋利益，甚至还把我一脚踢下陡坡，想让我死。因树妹的贪婪，连累全城百姓遭受天罚，更是引来了栾族之王现身问罪。是谁胆敢伤我族少君，断一城生机？父亲肺脉衰败，寻常药石已无用，只有凤鸣山深处的寒灯草能争得一线生机。但城内药铺皆无库存，只能尽快前往凤鸣山寻药。婉堂，你是这白云城医术最高的医女，你说能救，那准没错。可那悬崖峭壁的，实在是危险。我虽说是你的继母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。你若是一人前去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只要能救父亲，刀山火海我也得去。我这便收拾药箱，即刻上山。好孩子，你孤身一人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若让妹儿随你一起，也好搭把手。姐姐，爹爹病成这样，我也担心，你就带我一起去吧，两个人找药也快些。山路险峻，你从未干过粗活，身体怕是吃不消。姐姐是嫌弃我身份低微，不配跟你一起吗？可我只是想为爹爹尽一份孝心而已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既然你想去，便紧跟着我，切记不可乱跑。苏婉堂，任你医术再高，也查不出这无色无味的忘忧藤之毒。我下了3年的忘忧藤，也只是让那老东西多喘几口气罢。何生火与人，羽色如翠，这是青鸾神鸟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黑色铁钉是何人所为？竟钉在神鸟翅骨上。姑娘，我乃青鸾族少君，被奸人所害，无法动用灵力，还请姑娘帮我拔出噬魂钉，必有重谢。我是大夫，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不用给我谢礼。我现在就帮你把这钉子拔出来。青鸾神鸟，莫非是传说中的凤鸣山护山神兽？若真是神兽，拿回去献给药师会，定能获得药师会的支持，帮我夺得苏府的家产。这是我的神羽，可解世间百毒，现赠与姑娘，感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这太贵重了，你还受着伤，怎可再拔神羽？这等神物既然姐姐不想要，那妹妹就笑纳了。苏妹，快把神羽还回来，那是从神鸟身上拔下来的，可能会对神鸟有损伤。损伤？她都自己拔下来了，姐姐就别在那儿假惺惺了。我不光要这神羽，还有这神鸟，也是我的。苏妹，你疯了！神鸟受了重伤，需要静养，你快放开它！我没疯。苏婉堂，你生来就是嫡女，占尽了父亲的宠爱，这河屋药炉和苏府家产以后都是你的。这神鸟和宝贝，何该归我所有？你若想要这神羽，拿走便是。你快放开神鸟，少跟我摆这副救苦救难的嘴脸！没有了你，我才是苏府最耀眼的女儿。苏妹，你想做什么？快放手！你快拆开神鸟啊！苏婉堂，死到临头了还在想着救别人，真是善良的让人作呕。等我把这神鸟献给药师会，拿到了药师徽令，以后这白云城第一医仙就是我苏妹，苏府产业也会尽归我矣。站住！药师会重地，岂容你一个丫头片子乱闯！管事的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可不是寻常野物。这是青鸾神羽。青鸾，这是凤鸣山护神神鸟青鸾，你竟敢私捕神鸟！什么私捕？这是神鸟见我心诚，主动赐我的机缘。主动？他浑身是血窟窿，你当我瞎吗？快放了他！
得罪青鸾一族，整个白云城都要遭殃。放了！我九死一生把他弄下山，凭什么放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拿着神鸟换药师辉令，还要东街最大的苏氏药坊。你药师会要昭告全城，我苏妹才是白云城第一医仙。疯了！你简直疯了！这神鸟我就算灭门也不敢收。你立刻把它带走，放回凤鸣山。神罚降下来，谁都担待不起。放生！我拼了命才把他弄下山，凭什么放了？苏二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此等神物非我等凡人能强占的，赶紧放了他吧。休想！凭什么他苏婉堂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能继承药坊药炉？我就要在这里求你们施舍。婉堂姑娘靠的是悬壶济世的真本事，你拿神鸟来是给白云城招灾。滚！赶紧带走！既然你不敢收活的，那我就拿别的东西换。你想干什么？活鸟你们怕青鸾族问罪，那神鸟的青羽呢？这可是能解百毒的神药，你们总敢收吧？你就算是把这根神羽给我，我也不会给你拿药师辉令的。既然一根神羽管事的觉得不够，那2根呢？5根呢？住手！那是青鸾主语，圣罚主语等同剜其本源，会遭天谴的。天谴？我只知道，不争不抢，我就只能当一辈子低人一等的庶女。真有天谴，就让天雷现在就劈死我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要把整个白云城都害死吗？喊什么？少危言耸听！真有天谴，冲我来！神羽我已经拔了，这可是能解百毒的圣药，你当真不想要？这可是青鸾神羽，若是能将其献给京中贵人，我何苦在这小小的白云城一辈子当个管事？这青羽我收下了，但药师辉令和东街的铺子，你想都别想！凭什么？我连神羽都给你拔下来了。苏二姑娘，生拔神羽必遭天罚，我若给你辉令，岂不是药师会指使你做的？青鸾族怪罪下来，药师会可担待不起。这1000两是封口费，拿了钱立刻带着神鸟滚，不准跟任何人提你来过药师会，否则谁也保不住你。1000两，我冒着天谴的风险，就只值1000两，没用的野猫新手！本想用你换一世荣华，现在全被你的身份毁了。既然你没用了，那就去死吧！药师会那老东西，口口声声怕神法，不过是看我是庶女，好欺负罢了。若是今天来的是苏婉堂，那帮势利眼怕是早就跪着把辉令送上。没用的东西，你就去悬崖下面跟苏婉堂那个贱人作伴吧，看他这次还有没有命救你。我那好姐姐被我踹下陡坡，怕是这会儿连骨头都碎了。你们黄泉路上正好做个伴。苏婉堂已死，也该让我娘送苏怀山那老东西上路了。等苏怀山一死，苏家的产业、苏婉堂的嫁妆，还有白云城第一医女的名头，全都是我苏妹的。苏妹，你好狠的心，竟对亲姐姐下此毒手！万幸，寒灯草找到了，父亲的病有救了。什么声音？
神鸟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主羽被生生拔去，连仙脉都快断了。是谁下这么残忍的毒手？小家伙，是不是苏妹拔了你的神羽，把你扔到这里的？害我的正是苏妹，她在悬崖边亲口说你已被她踹下陡坡，必死无疑。他竟是想要我的命！她还说回府后便让她娘对苏怀山下毒手，好霸占苏家药房和你的嫁妆。他竟敢联合周氏，要害我父亲性命，那也是他的生父啊！苏妹，你这个毒妇，抢我神物，推我下崖还不够，竟连亲生父亲都不肯放过。小家伙，苏府如今凶险万分，我先带你回恒无药炉安置，随后立刻赶回苏府救我父亲，揭穿他们母女的真面目。多谢姑娘再次救命之恩，苏妹母女心思歹毒，姑娘务必小心。媚儿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苏婉堂没死，还带着寒灯草回城了。什么？那个贱人命这么硬，我还以为那剑士死了，这才把那扁毛畜生丢下悬崖跟他陪葬，早知道就不丢了。放心，就算他苏婉堂命大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把他弄死。只要苏怀山那老东西死了，整个苏府迟早是我们母女的。夫人，二小姐，大姑娘回城先去了趟恒无药炉，现在正在回府的路上。奴婢守在外面，看见那药炉窗户缝里有奇异青光在闪。青光？你确定是青光？奴婢看得真真切切，确实是青光。难道那只受伤的神鸟没死，被苏婉彤带回药炉治伤了？十有八九。苏婉堂心善医术又高，撞见受伤的神鸟绝不会见死不救，肯定藏在药炉里救治。娘，既然苏婉堂回来了，苏怀山那老不死的就算死了，咱们也捞不到太多好处，不如我们去药房把那神鸟抢到手，把那身神羽全部扒光，献给达官显贵。媚儿言之有理，再过几天新任县令就要到任了，到时候将宝物献给官老，定能换来多天的富贵。苏妹，你带这些人来我药牢做什么？姐姐，妹妹听说你死里逃生，特意来看你。不过我瞧你这药卵里妖光闪烁，白云城可容不下邪祟。你们几个给我搜！住手！这里是药炉，没有邪祟，只有我救治的伤患。他已重伤垂死，你若敢动他，就是存心害命夺命，不过是只妖物罢了，也配姐姐这么护着？苏婉堂，你从小享尽嫡女尊儒，如今连神鸟的机缘你也要独占，识相的立刻把那扁毛畜生交出来，否则怎样？否则我就昭告全城，说你私藏妖物，为了一己之私，故意耽误给父亲治病。苏妹，你真是无可救药，竟敢联合周氏谋害父亲，真当我不知道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砸门！把那扁毛畜生搜出来！又落到我手里了，扁毛畜生！苏妹，住手！青鸾是掌管凤鸣山药脉的神女，你再残害她，整个白云城都会遭殃。遭殃？苏婉堂，你少危言耸听，把她扔出去，别碍我的事儿。苏妹，你别执迷不悟了，伤害神鸟必遭天罚。他若真有神威，当初我生拔他神羽的时候，怎么不见天雷劈我？我现在不还好好站在这儿？看来我那一脚还是太轻了。
还能让姐姐在这讲大道理？你这副伪善的嘴脸，真叫人恶心！给我滚开！你这扁毛畜生！今天我定要将你的神羽拔光，神血放干！不要放开他！小家伙，你的伤！该死的畜生，宁可自毁也不肯帮我！真是野心难驯。恩人别哭，我已用秘法遁回族地，父王会为我治伤。这根青鸾心羽与我血脉相连，你若有危险，我自会前来护你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药田里的草药全枯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药草怎么一碰就成黑灰了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立刻去查，这药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会长，小的这就通知全城药师彻查。天罚降临，灵犀溃散，药脉断绝了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苏婉堂私藏妖鸟，他把妖鸟藏在药林里，引来了神罚，害得全城药材都死了。苏姑娘，当真是这样吗？老伯，您觉得我苏婉堂是那大奸大恶之人吗？苏妹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这天罚分明是你残害神鸟引来的。青鸾是掌管凤鸣山药脉的神鸟，你生拔他神羽，害他坠崖，如今又逼得他燃烧精血逃走，守护白云城的药脉灵犀彻底崩了。这一切全都是你贪得无厌的私欲造成的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毒妇！残害神鸟不说，还敢污蔑亲姐，这是猪狗不如！可刚才那青光确实是从恒无药炉飞出来的。会长，大祸临头了！慌什么？查出万药枯死的源头了吗？查到了，这场药灾极有可能是苏府二小姐苏妹生拔青鸾神羽引来的神法。你说什么？苏妹生拔了青鸾神鸟的神羽？千真万确呀，会长，有药童亲眼作证。你明知是青鸾神羽，还敢私收？你这是把药师会往死路上推！会长，那天苏二小姐确实带着一只翠绿色神鸟和一颗发光的石头来，我们当时就认出是青鸾，可二小姐根本不听，硬是生生拔了神羽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那可是掌管凤鸣山药脉的神鸟，难怪全城药材同日尽毁，这是神鸟垂死、药脉尽断引来的天罚。苏妹这是要全城百姓给她的贪婪和尸虫陪葬啊！把管事绑起来！老夫亲自带你去苏府指认拔羽之人，若再敢隐瞒半句，我先废了你的药籍！会长，给我们一个说法呀！我女儿的科技快熬不住了。是啊，到底谁害得山上草药全死了？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白云城绝不能就这么毁了！走，所有人随我去苏府问罪。娘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药师会知道神羽是我拔的，现在全城兵患都在讨说法，要是被他们抓住，慌什么？死无对证的事，全靠一张嘴。待会儿药师会来问责，你就一口咬死。鸟是苏婉堂在山里发现的，也是他藏在药棚不肯交出来，才耽误了神鸟的救治时机。所有罪名全推到苏婉堂那个小贱人身上。苏妹，你为一己私欲生拔神羽，害惨神鸟，还不滚出来给神鸟赔罪！
给白云城子信一个说法。苏妹，滚出来！你生拔神羽，断一城要脉，害了全城百姓，还有脸躲着？苏妹，滚出来，给全城百姓赔罪！周氏、苏妹，今日你们母女若是不出来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，老夫便让人砸了这苏。诸位乡亲，会长大人，你们真是冤枉我家媚儿了。媚儿这些天为苏家药方日夜操劳，听闻全城药灾，早已忧思过度，病倒在床了。你少在这儿装可怜！青鸾神羽分明是他拿去药师会的，你怎么解释？会长明鉴，那是媚儿发现大姐苏婉堂私藏神鸟，媚儿心思单纯，怕大姐私藏来路不明的神物，给白云城招祸，这才好心带着神鸟去药师会，请诸位执事查验。大家想想，神鸟是不是苏婉堂最先发现的？他若没有私心，为何不第一时间禀报药师会，反而藏在自己药笼里？正是因为他的私心，才耽误了神鸟救治，害了全城百姓啊！母亲这黑白颠倒的本事，真让女儿叹为观止。苏婉堂，你这个害人精还敢出来！我为何不敢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确实救了青鸾，也承认青鸾赠我神羽。若我有私心，为何那青鸾真火只烧苏妹，不烧我？你敢让苏妹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她的伤势吗？诸位乡亲，婉堂姑娘说的没错，的确是苏二小姐生拔神羽，还逼迫药师会收购神羽。我作证，那天我亲眼看见，是苏二小姐亲手拔了青鸾的神羽，那天的药童也可以作证。天哪，果真是苏妹拔的！太恶毒了，那可是神鸟啊，他怎么下得去手生拔羽翼？这里是当日苏妹来药师会售卖青羽的记录，白纸黑字，上面按着苏妹的手印。周氏，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神鸟，我只看到那只鸟的羽毛会发光，便以为是什么宝物。我把它带去药师会，是为了让药师会能看在宝物的份上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苏家，我有什么错？媚儿是一片苦心，都是为了家族着想，分明是苏婉堂故意隐瞒，才害得我媚儿犯错。为了苏家，苏妹，那你为何不把神羽用处公之于众？为何不把青鸾送回凤鸣山，反而将他重伤之躯残忍地丢下万丈深渊？你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。我没有。老夫今日便把话说明了。当日管事觉得这神鸟来路不正，根本不敢收，只给了封口钱，让你把青鸾带走。药师废会绝没有认可你献神鸟有功，一切都是你自私利利、贪得无厌造成的恶果。苏妹，你这个杀千刀的毒妇，为了自己的贪欲，差点害脱神鸟。我儿子还躺在床上等着要救命，都是你害的。二小姐，求求你积积德吧，去凤鸣山向青鸾神鸟赔罪吧。求你让神鸟息怒，让城里的药材活过来吧！不去，我凭什么去向一个畜生磕头赔罪？我不去！娘，我不去，快救我！别跟他废话了，再拖下去，要卖彻底干枯，全城人都得死。苏妹，今天你必须去凤鸣山，给神鸟磕头认错，否则白云城容不下你们母女。我不去！凭什么你们说我拔了神羽就是我拔的？大家别被苏婉堂骗了，他若真那么高尚，怎么不早把灵石拿出来救大家？而且青鸾燃烧精血逃走前，分明是从他的药炉里飞出去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在药林里折磨神鸟，才逼得神鸟自毁精血，断了药脉？苏婉堂才是最后逼走神鸟的人。
对呀，大姑娘，神鸟怎么会从你药炉里飞走？是不是你也没护好它，才连累了我们？我确实救了神鸟，它也确实在我药楼养伤，但逼它燃烧精血、绝望逃亡的，既然母亲和妹妹非要把脏水泼在我身上，那我苏婉堂愿与苏妹同往凤鸣山，请青鸾一族降临，主持公道。大家快看，这可是从苏婉堂怀中飞出去的神羽，定是神鸟显灵，要惩罚苏婉堂这个恶女。妹妹先别高兴太早，这神羽乃是神鸟自愿赠予我的，可与你那生拔的神羽不一样。这神羽应是感知我们要去赔罪，特来引路的。婉堂姑娘言之有理，这神羽上无丝毫血气，应是为我等赔罪引路而起。大家都跟上神羽，押着苏妹母女去给神鸟赔罪，别让他们趁机跑了。苏婉堂什么时候又得了一个神羽，竟还能引路？这一定是苏婉堂和那扁毛车叔合起伙来针对我的阴谋。是苏婉堂，一定是这个贱人搞的鬼！神鸟显灵了，快救救孩子吧！神鸟，如果你能听到，请饶恕全城百姓一命，百姓无辜，不应受恶人牵连。你好，救我！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！那畜生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肯定早死在山里了。只要神鸟不现身，就继续把罪名扣在苏婉堂头上，叫他百口莫辩。神羽停下了，神鸟定在附近，青鸾神鸟在上，白云城全城百姓押残害神鸟之人前来请罪，求神鸟息怒，饶恕白云城。是谁胆敢伤我族少君，断一城生机？神鸟害少君的是苏婉堂，是他发现少君却故意不报，私藏在毫无药王，害得少君重伤不治。凡父无知，安敢欺天？本王问三罪：一罪，是谁贪婪作祟，强夺我族神羽；二罪，是谁手段残忍，生拔我族少君神羽；三罪，是谁丧心病狂，将我族少君弃于悬崖。我没有，神鸟是苏婉堂，是苏婉堂嫉妒我，是他骗我去的药师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父王，伤我身，夺我食，毁我双翼，弃我深渊者，皆是凡人苏妹。苏婉堂姑娘是孩儿的救命爱人。你这个毒妇，在神鸟面前还敢撒谎！我只想谋条出路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不想一辈子顶着淑女的名头，被苏婉城压得抬不起头。我只想使用神羽换得一些资源，我有什么错？凡人苏妹为一己私欲，伤我族少君，断万民要脉，罪不可赦，当受天罚，以平要脉之怒，以赎百怨之罪。神鸟大人，这都是苏妹一个人做的孽啊！是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生拔了少君的神羽，求神鸟重罚苏妹，饶过我们白云城10几万无辜百姓吧！元王大人开恩，妹儿她年幼无知，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求大人饶她一次。无知！药师会众人劝阻在先，
苏妹非但不听，反而强夺报恩神羽，生把我儿双翼逐羽，将我儿重伤弃于悬崖之下。如此行径，岂是无知二字可以开脱？大姐，我求你救救我！我是你亲妹妹啊！若是父亲醒来，看到我被踢得满身碎骨，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死的。求你替我向神鸟求情，饶我一条贱命吧！苏妹，我能替全城无辜百姓求情，但对于你，我绝不心软，更不会替你这个罪人脱罪。你种下什么恶因，今日便该承受什么恶果。苏婉堂，你救我族少君，我族欠你一份恩情。今日我族少君尚存，吾族亦不愿在人间染下杀业。苏妹死罪可免，但敢伤我鸾族者，须受鸾火焚身之痛。我的手疼死我了！娘救我！栾王大人，罪人苏妹已受天罚，可白云城全城的药职都已枯死，库存药材药性全无，城中瘟疫已经爆发，若无药可用，半数百姓都得丧命啊！求栾王大人高抬贵手，恢复山里药材的药性吧，给白云城指一条活路啊！我族少君乃是掌管凤鸣山药脉的神君，如今少君本源受损，药脉自然随之枯萎崩塌，全城药职枯死失效，皆是恶果。若非少君尚存一息，整座白云城都将化为荒芜死地。本王欲让此城受3日无药之苦，以偿少君之伤。3日无药，我那染了寒热的孩子根本撑不过今晚啊！天要亡我白云城啊！栾王大人，生拔神羽，重伤少君，是苏妹一人的恶行，全城百姓病榻上的幼童皆是无辜受累，求栾王大人怜悯百姓无辜，给白云城留下一线生机。苏婉堂，你既有一颗医者仁心，本王便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给这白云城一线生机。此乃我栾族木灵石，你若真为救人，便拿着这木灵石去凤鸣山替此城百姓寻药，此时可感应天地药脉之灵，但他只认救人之心，不度自私之辈。多谢栾王大人。白云城中瘟疫蔓延，病患极多，寻药需耗费10日。晚堂斗胆，求栾王大人暂缓全城百姓的痛苦。也罢，本王便赐下一场清路，此路可暂时压制城中瘟疫恶化。但记住，本王只给你们12个时辰，若12时辰内不能将药根送回白云城，疫病将无法挽回。求神使指路，救白云城万民。亮了，神石在大姑娘手里亮了，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跟着大姑娘进山寻药！苏婉堂，你这个贱人，害我受这焚手之刑，我一定要你100倍偿还。就是这里。老天爷呀，真的是药脉灵根，白云城有救了！谢栾王给全城百姓一线生机。凡人苏婉堂，医者仁心，受木灵石认可，此乃天意。你可将木灵石埋入药田，可助白云城药脉恢复生机。谢栾王开恩。各位乡亲，时间紧迫，大家听我指挥。这药窟灵力有限，万不可过度采摘，以免彻底毁了这最后的药根。大姑娘放心，我们全听大姑娘吩咐。会长大人，这几味药先煎熬成浓汤，送去给崖下那些病情最重的孩子。
其余的草药，严格按照我给的方子分头熬制分发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大姑娘，你这次真是救了整个白云城啊！晚唐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救人，赶紧把木灵绳给我，给我的媚儿治伤！这恶毒的女人，居然还想抢神物！把他们母女轰出去，别耽误大姑娘救人！凡人苏媚，若再起贪念，神明亦救不得。大姑娘，老夫汗颜呐！若非我那管事怕事贪财，收了苏媚的神羽，白云城何至于遭此大祸？老夫代表药师会向大姑娘赔罪了。会长言重了，好在如今瘟疫已控，但这药脉重损，白云城未来的药材调配依然是个大麻烦。我的手成了残废，苏婉堂那个贱人却成了白云城的恩人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媚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神鸟已经回了天界，怎么可能永远护着那个贱人？过2日，新任县令顾玄章大人便要走马上任，只要我们设局诬陷，给苏婉堂扣上私藏妖物、炼毒药、害妇的名头，到时候让关老爷去收拾他。药脉虽饱，但普通药材枯死大半。父亲虽然醒了，可体内沉疴极重，寻常药草根本无法根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苏姑娘，我是你救的那只青鸾，今日我来还你第2份恩情。小家伙，你能化成人形？本少君名唤裴哲宇，那日在悬崖下，多谢恩人施珍喂药，又在药炉中拼死护我。你伤势未愈，怎么能强行化人？快回凤鸣山休养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。无碍，父王已用灵力保住我的性命，我只是短期内无法动用太多神力。白云城药脉虽存，但地表药质尽毁，我留在药炉才能更好的帮你。你将这青玉宝瓶置入药炉之中，每隔7日便可凝聚1滴青玉露。青玉露，此露汇聚了凤鸣山药脉的至纯灵气，可解世间奇毒，修复断裂的伤脉，起死回生。但你记住，神物有灵，只度医者人心。若有人心生贪念，企图用它谋利，这青玉露便会瞬间从救命神药化作见血封喉的穿肠剧毒。我明白，医者当以救人为本，绝不染指半分贪念。大姑娘，多谢菩萨呀！这怎么可能？肺脉欲断，连会长都说无药可救。大姑娘竟然只用了1滴水就治好了。青玉宝瓶，只用1滴露水就能起死回生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苏婉堂总能得到这些逆天的神物？媚儿，如今全白云城的百姓都把苏婉堂当成救世主，我们若是再明抢，药师会和那些贱民能生撕了我们。想要翻盘，必须换个法子。那要怎么办？难道就看着他踩在我的头上？他不是标榜自己医者仁心，最是善良吗？那你就装作悔改，去求他。只要能混进药炉，
便有机会拿下那宝物。姐姐，媚儿知错了，我被天火烧废了右手，是神明给我的惩罚。如今我已经彻底清醒了，我只想留在姐姐身边，做牛做马，为我以前犯下的罪孽赎罪。呸！毒妇，你现在知道错了。当初生拔神羽，害得全城没药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少在这里装可怜，大姑娘，千万别信他。婉堂啊，媚儿的手已经废了，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我求你，念在同是一父所出的情分上，给媚儿一条活路吧。她只是想赎罪啊。此女骨子里的贪恋与怨毒，连鸾火都未能彻底烧尽，不可留她。我知道，她和周氏绝非真心悔改。如今我父亲尚在恢复中，我分身乏术，也不知腹内下人被周氏母女收买了多少。若是逼急了周氏，她定会另起鱼死网破的毒计。不如将她放在眼皮底下盯着，看她到底想耍什么花招。既然你意决，那便听你的。苏妹，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让你留下，但内院禁地，你若敢踏入半步，立刻滚出药路。多谢姐姐，多谢大姐。裴公子，这批晒干的连敲让我搬进库房吧。放下，这里你不能进。是，媚儿知错，我这就退下。为什么？我从小为了讨好父亲，千方百计的争取，什么都要靠抢，而你苏婉堂什么都不做，就有这人中龙凤死心塌地的守着你。苏婉堂给苏怀山喂了药，苏怀山快恢复了。速查药炉异动，一举扳倒那个贱人。这就是苏婉堂能起死回生的秘密。是谁在药炉房？有人动过这里？怎么会？守夜的药桶呢？不是，这青玉宝瓶极有灵性，除了你，旁人若敢强行夺取，必遭神物反噬。神药瞬间化作见血封喉的毒药。那本小姐不用自己的手去拿，既然这神物强取会反噬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娘，这就是苏婉堂能起死回生的宝贝里流出来的神水。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神水，您把它弄脏了还怎么用？傻丫头，这叫借刀杀人。明天将这掺了毒的神水混进你爹的药丸里，这神水的灵气极强，大夫来验，也只能验出神水的独特药气，绝查不出我下的含废散。到时候，苏婉堂就是毒害亲爹的妖女。娘，
那苏婉堂背后可是有神鸟护着，咱们怎么动手？哼，神鸟也管不了人间的王法。送去给新任县令顾玄章，就说苏婉堂在药林私藏妖物，炼毒药害妇。能恢复药脉的灵石，还有能起死回生的青玉露。本官正愁没有一件惊天战绩往上爬，这等通天的神物留在一个小小医女手里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神物当有能者居之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老爷吐血了，快请大夫！夫人放心，老夫待会儿便向官府作证，老爷是服了大小姐送来的药，才会中毒吐血的。顾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何查封我的药炉？苏婉堂，本官接到举报，私藏妖物，炼邪药毒害你父亲苏怀山。来人，把这药牢里的妖物统统给本官带回县衙查验。大人，那些是救人的神物，并非妖物。哼，若真是神物，当由县衙统一管理，岂是你一个小小医女可以私藏的？顾大人，木灵石和青玉包瓶，那是青鸾神君赐予我救治百姓的，你凭什么强行夺走？凭什么？就凭本官是这白云城的父母官，神物既然能救成，自然该由官府统一保管。你一介女流，私藏此等重器，便是谋逆之罪。裴哲宇，千万不要动手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可妄动灵力。好，果然是旷世神物。大人，民女只是为了救父亲，不忍看着姐姐走入歧途，还请大人明察。是啊，大人，大姑娘最近行事鬼怪，药帘里常常有来路不明的野男人留宿，我们也是为了苏府的安全啊。大老爷，神物有灵，若强行霸占，恐遭天谴反噬啊！天谴？本官乃朝廷命官，既有神物，当归官府保管。一介白身，岂敢私吞神物？来人，查封黄俗药炉，将人犯苏婉堂押上公堂重审。大胆苏婉堂，你私藏妖物，用邪药毒害亲生父亲苏怀山，如今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民女无罪，青鸾乃神鸟，并非妖物。我救他性命，他赠我神物，青玉宝瓶更是神鸟留下，用于救治全城百姓的，何来邪药一说？哼，本官只认证据。大老爷，小人已经验过苏老爷的药碗，里面残留的药气与苏大姑娘药炉里的青玉露一模一样。苏老爷正是服用了此物，才导致寒毒攻心，吐血垂死的。姐姐，你怎能对父亲下此毒手？你好狠的心啊！大老爷呀，我这继母难做呀。若不是妹儿孝顺，不忍看着老爷被害死，我们怎么敢来告发大姑娘啊？苏妹、周氏，你们真是好算计。顾大人，青玉宝瓶有灵，
青玉露只能用以救人，若是被心怀不轨的恶人强夺，神药便会化作穿肠剧毒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将那瓶中药水给死囚一试便知。一派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用这些鬼神之说恐吓本官，本官岂能容你糊弄？本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你能交出那只青鸾神鸟，本官可以留你一命。大人，您这是想贪图神物？来人，押上人犯苏婉堂，随本官前往苏府，当面与苏怀山对质。今日人证物证俱在，本官定要让他百口莫辩。老爷啊，你可算醒了！你差点就被你的好女儿给毒死了呀！爹，大姐为了独占家产，竟然和妖男勾结，给您吃那种会发光的邪药，才害得您吐血，病情加重的。婉堂，你真的……父亲，您的病根本不是什么肺病，而是被周氏常年接热下的毒，是他们恶人先告状，想要借官府的手除掉我，强占神物。老爷，您听听，他为了脱罪，竟然不惜污蔑我这个继母下毒。我嫁进苏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怎么会害你呀，老爷？婉堂，你实话告诉爹，你娘给你留下的医术，你到底是用来救人的，还是拿来害人的？父亲，你宁可信这两个给你下毒的凶手，也不肯信我是吗？顾大人有令，毒害生父一案证据确凿，即刻押回县衙公堂候审。差爷辛苦，家门不幸出了这种事，我们苏家也颜面无光，该怎么审便怎么审，我们母女绝无半分偏袒。该死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大人，这神物定是被那苏婉堂隐藏了用法，他这是想独占宝物。大人，只要让那苏婉堂把罪名坐实了，是生是死还不是您说了算，到时候不信撬不开他的嘴。升堂，提审苏婉堂。苏婉堂，本官最后问你一次，那只青鸾在哪儿？你私藏妖物，毒害亲生父亲，罪证确凿，你到底认不认罪？民女无罪，父亲身体是被周氏常年投毒所致，木灵石、青玉宝瓶皆是救人至宝，绝非妖物。我绝不会出卖神鸟，更不会认下你凭空捏造的罪名。冥顽不灵，不给你动刑，我看你是不肯招供。来人，上夹棍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屈打成招！行刑！我没有下毒，没有。哼，嘴硬。大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只要认罪招供，便能少受皮肉之苦，父亲也能走得安稳些。大人，苏怀山恐怕撑不过今夜，若不能逼着丫头说出那神物的用法，等苏怀山一死，这死丫头怕是死都不会泄露一点神物秘密。言之有理。来人，将人犯苏婉堂打入死牢，严加看管。恒屋药炉即刻查封，任何人不准踏入半步。我的好姐姐，苏府家产，你娘沈氏留下的药牢，
还有那只青鸾神鸟，很快都会归我和县令所有。你这双废手，怕是连自理都不行了。娘，是女儿没用，没能留住您留下的药炉，我以后恐怕再也不能拿银针救人了。只要熔炼此物，本官便能长生不老，再把仙药进献给京中权贵，仕途必定平步青云。大老爷万万不可！青鸾心语只认苏婉堂，强行熔炼会触发神物反噬。大人您怎么了？神物反噬发作，青玉露已化作剧毒侵入心脉。解药，快给本官拿解药！凡俗汤药无法化解神毒，普天之下，怕是只有苏婉堂才能救大人性命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死牢把苏婉彤带来，立刻！完了，本官要你们脑袋！我还不能倒下，父亲还等着我去救治，母亲的遗产也绝不能落入那对母女手中。哲宇，你为何强闯关牢？神族不可插手凡人之事，你本人伤势未愈，一旦被官府或是鸾族察觉，两边都不会容你。快速速离开！别动，你的筋脉尚未完全坏死，错位指骨还有复原余地，我先帮你治伤。不，别耗费你的灵力救我，你已经为我受了太多伤。这是鸾族的护心灵，可修复断骨，续接破损脉络，生死人肉白骨。快收回去！此前苏妹生拔神语已经重创你的本源，再取出护心灵，你会死的。我只是一介凡人，不值得你以命相护。值得。凤鸣山悬崖，你舍身护我；药园之内，你又为我挡下苏妹攻击。你救我2次，我替你复原双手。求求你停下来，不要再损耗你的灵力了。不能停，你还要持针救人，还要洗清冤屈，医治你父亲，你的手不能废掉。无需为我担忧，只是损耗几日灵力，休养便能恢复。鸾族执法者少君裴哲宇干预凡间刑案，触犯族规，处以焚狱之刑。裴哲宇，不要！你明知会受刑罚，何必这般痴傻来救我？没事，只是受点皮肉之苦。你拿着此物前去救助顾玄章，但切记，莫要轻易饶恕他犯下的过错。顾大人，如今可知神物不可强行占有。救我，苏姑娘，求你替我向青鸾神君求情。本官再也不敢私占神物了。你明知苏妹证词漏洞百出，却为一己私欲将我打入死牢，动用夹棍废我双手。神物有灵，今日恶果，全是你自找。本官知错了。只要你肯出手相救，此案我必定重新彻查，还你清白。快替我压制体内剧毒！想要活命，答应我3件事。无论什么条件，本官全都应允，绝不反悔。第一，即刻归还神物；第二，
解除恒无药炉封禁，官府不得插手我药炉事务。第3，重审苏家毒人一案，彻查玉露贩毒栽赃真相，还我与父亲清白。我全部依你，绝不反悔。本官活下来了。我只是暂时压制反噬毒火，你若事后反悔，体内毒火会再次爆发，到时候无人能救你性命。你竟敢胁迫本官！等此事风波平息，神物毒性彻底解除，我定要让你付出100倍代价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县衙那边传来消息，顾大人要重审苏家案子了。慌什么？就算顾玄章打算翻案，只要苏怀山昏迷不醒，苏婉堂毒害生父的罪名永远洗不掉。可若是查到我们下毒的证据，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他死无罪证。即刻前往佛堂暗阁，取走所有账册书信，一把火焚烧干净，绝不能留给苏婉堂翻案凭证。谁出来？哪来的野男人，敢管苏家的事儿？找死！母亲生前曾说，佛堂莲花座下藏着她的后手，莫非？哲宇，你为何不顾伤势，强子动用灵力？天罚之伤尚未愈合。这是你母亲当年留存的全部账册，周氏想销毁。原来母亲并非病逝，是被周氏常年下毒谋害。寺内竟没有苏家血脉。顾大人，请看，这是周氏谋害我母亲侵吞嫁妆的证据。好狠的心计！周氏竟在苏家隐忍这么多年。大老爷，妾身实在冤枉，沈氏名下铺面账目我一窍不通，全是底下管事贪图财物私自转移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大人明鉴，钱财是我一人贪取，周夫人从未参与，我甘愿领罪，求大人莫要牵连夫人。账上大量含废散采购记录，你作何解释？是当年我误诊，开错药方，苏老爷、沈夫人皆是药不对症，无人指使下毒。一句误诊，便能掩盖所有罪行。当年母亲中毒体征清晰，你日日端茶递药，敢说从未动手脚？你执意揭穿此事，莫不是想对外宣告你母亲分辨不出毒药，毁掉她一生行为美名？大姑娘只为记恨我，竟不惜损毁王母声誉，还请大人明辨是非，还苏家一个清净。母亲行医一生坦荡光明，救人无数，白云城百姓皆可作证。她泉下有知，只会痛恨你这条毒妇，绝不会愿我为她洗刷冤屈。下毒之事暂且搁置，我问你，青玉宝瓶乃是救人神物，你为何盗取药录，捏造父亲中毒假象，上公堂诬告亲姐？我只是担心父亲性命，怕苏婉堂藏私，不肯拿出灵药。你若真心救人，为何熟知青玉宝瓶弱点与取路之法，提前备好隔火玉盒？分明是早有预谋。你独占木灵石与青鸾宝物不说，苏家产业，嫡母的嫁妆不该有我一份，却被爹爹全留给了你。凭什么这些好东西全都是你？大胆苏妹，你这是承认觊觎家产，蓄意诬告苏婉堂。大人，说不定苏婉堂的母亲沈氏遗留的药方本就带毒，老爷中毒，定是沈氏旧方埋下祸根，与媚儿无关啊！你竟敢污蔑先母一方！大人，我有人证作证，证明沈氏当年确有药方差错。告诉大人，沈夫人临终身体状况是不是自己配药伤及自身？回大人，沈夫人常年体虚，死前半月乃自行煎药，最后咳血离世，与周夫人无关。
定是药方出错。嬷嬷，母亲待你情同姐妹，你怎能说这般违心之言？母亲每次取药都会记录药方，当年母亲为自己医治的药方，您可有保存？大人请看，苏婉堂为脱罪逼迫家中老仆，污蔑王母，实属不孝不义。人证说辞矛盾，此案疑点重重，今日暂且退堂，择日再审。他的手势不对，像是有话要对我说。母亲当年果然留了后手，劳烦会长派人跟着老嬷嬷，看她回去后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大姑娘放心，老夫即刻安排。大人，这案子万万不能深挖，若查实周氏母女下毒诬告，苏婉堂洗清冤屈，大人此前私藏神物、善用私刑一事便会全部暴露。御史一旦听闻风声离集，上书弹劾，您的仕途会彻底断送。本官岂能不知？索性把苏婉堂、周氏、苏妹三人一并灭口，唯有死人才能保守所有秘密。大人莫非忘了，你体内青鸾反噬毒火只是暂时被压制，大人若执意动手灭口，我断不会毒火。我生死无顺，留在你心脉内的残毒便会尽数爆发，届时大人定会葬身毒火。重审，即刻继续重审此案。赵君培者语，私取护心灵赠与凡人，触犯族规，即刻归族领罚，不得拖延。婉堂如今身陷险境，我若归族，便再无人护他周全。哲宇，你速速返回凤鸣山！你如今本源重创，我一介凡人无法救治于你。如今我双手已经复原，定能洗刷冤屈，无需你再损命相护。顾玄章心思阴狠，周氏母女不择手段，我一走，便无人替你阻挡危机了。我不需要你以命护我，听话回归峦族去吧。你若因我魂飞魄散，我此生难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就返回峦族。这是我的本命伴你印，你若遭遇生死危难，催动印记即可换我。纵使跨越天罚雷劫，我也会赶来护你。苏婉堂，你的靠山已经走了，这回再无人能救你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好孩子，县衙那边顾玄章会拖延审案的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和陆承安的定亲宴席必须即刻操办。陆承安的姐姐可是嫁到了知府家，有陆家做靠山，顾玄章定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娘，当年陆家与苏家指腹为婚，原定婚约对象是苏婉堂，就这么抢过来，会不会落人口实？如今苏婉堂背负毒害生父嫌疑，全城百姓都唾弃他，陆家最看重名声，绝不会再接纳他。只要你嫁入陆家，苏婉堂母亲沈氏遗留的全部嫁妆都会顺理成章的归你，苏氏药房也会尽数由你掌控。好姐姐，几日之后便是我与陆承安定亲宴，你就算是苏家嫡长女又如何？你母亲的嫁妆、药房产业，到头来全部都会落到我手里。陆承安趋炎附势，唯利是图，这般下也值得你视作珍宝。你少故作清高！母亲已经说定，定亲宴当众宣告，苏家所有药铺铺面全部交由我代管，你就守着这间破药炉等死即可。既然如此，陆家定亲宴，我也要前去，当众讨一个公道。婉堂妹妹，今日我是来通知你，我要与媚儿订婚了。你若能主动写下退婚文书，我可在县令面前为你求情，减轻罪责。陆承安，你以为我会贪恋你陆少夫人身份？陆家背信弃义，趋利避害，不配得到先母信任。从今往后，不许踏入恒无药楼半步。苏婉堂，你别不识抬举！苏婉堂，你竟敢当众羞辱承安哥哥！苏妹，我撕毁婚约不是正合你意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陆承安早就暗通草私定终身了吗？这婚约早该毁了。你与周氏欠下的所有血债，我一定会一一清算。娘，苏婉堂那个贱人，不仅在药铺当众撕了陆承安的婚书，还四处散播谣言，羞辱我与陆少爷早有私约。蠢货，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
他当众挑明你和陆少爷的关系，反倒把婚事彻底定死了。陆家最重脸面，为了名声，绝不敢退婚。明日定亲宴，我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，让全白云城都知道，陆家以后就是我们母女的靠山。大姑娘，老夫派人跟着那个老嬷嬷，查出了了不得的内情。会长，请讲。老嬷嬷离开县衙后，直接被周氏的心腹押去了陆家别院。不止如此，老嬷嬷唯一的孙子小宝也被周氏扣在别院废柴房里当人质。难怪老嬷嬷敢当堂作伪证，原来是被人攥住了命本。周氏果然是用家人要挟，够阴狠。会长，切莫打草惊蛇。既然周氏要把事情做绝，我们便将计就计。劳烦会长派人暗中救出老嬷嬷的孙子小宝，明日定亲宴上带小宝当众现身。好，老夫亲自去安排，万无一失。明日定亲宴，就是苏婉堂彻底身败名裂、永无翻身之日的时候。诸位族老，大姑娘婉堂如今背负毒害亲父的重嫌，名声扫地，实在不配再执掌苏氏药房。诸位放心，我陆家与苏家百年交好，承安愿意接手药房事务，定会保住白云城的药材生意，不负苏家基业。既然诸位族老无异议，沈氏姐姐当年留下的药田、铺面和银铺，便应作为媚儿的陪嫁，由陆家与媚儿共同打理。我的东西，你们也配共同打理？苏婉堂，你这个妖女，竟敢擅闯我的定亲宴！大姑娘，你毒害生父的嫌疑还没洗清，来这里捣什么乱？苏氏药坊核心的18处药田6家铺面，本就是我王母沈氏的嫁妆，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着成败，只传苏家嫡长女，与旁支扒人一概无关。这陆府婚约我不屑去争，但属于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碰分毫，更别想抢。这3年里，沈氏名下药铺流出的银两共计38000两，全部通过内账转入了周氏的私库，大半花在了苏妹的锦衣玉食、珠宝首饰上，还有一部分被周氏拿来与陆家疏通关系，打点上下。胡说八道！我一个后宅妇人根本不懂账务，这都是苏府底下管事欺上瞒下，与我何干？苏婉堂，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！我陆家乃白云城首富，怎会缺你这点银子？真有此事，陆承安怎会一概不知？不知？陆承安，这是你陆家别院采购名贵药材，私收周氏赃款的全部凭证，你还要狡辩到几时？小宝，我的孙子啊！祖母，苏姑娘和会长把我从别院废房里救出来了，我们不用再怕他们了。大人，老夫先前撒谎了，沈夫人当年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沈夫人死前咳血不止，拼死留下了一件血衣，还有周氏当年下毒的残药，跟老夫一起藏在佛堂莲座之下，老夫是被逼的呀！大人，这都是苏婉堂和药师会串通一气栽赃切身的。佛堂乃清净重地，怎可随意破拆惊扰仙灵？哼，本官不信神佛，只称真相。来人，给我搜！周氏入府前即怀身孕，私通外男，苏妹恐非苏家骨血，这是我母亲亲笔所述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娘，你告诉我，我是爹的亲生女儿，对不对？我是苏家正经二小姐，你说话呀！苏妹，别听这个贱人胡说，这信是苏婉堂伪造的。顾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确凿，民女恳请4案核审：1诬告案、家父苏怀山投毒案、家母沈氏被害案、周氏母女侵吞嫁妆案。准。大人，此案重大，我陆家愿意作保，求大人宽限一夜，容周夫人母女回苏府禁足自小，明日清晨再行公审。苏婉堂，你竟敢拿心脉毒火威胁本官，那本官就给周氏母女1夜时间善后，只要今夜关键证据出了意外，我看你明日拿什么跟本官对质。准，由陆家作保，暂押周氏母女于苏府禁足，明日清晨正式升堂审案。
娘，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府里弄死他，抬着他走岂不累赘？万一被人发现……蠢货！他今晚死在府里，我们母女绝对脱不了干系。带上他，我们反而能借他的病出城。到城门口就说家主疾病，需连夜赴省城求医，守城兵堵才会放心。等到了城外破庙再灌药弄死，就说是病死在路上，死无对证，谁能治我们的罪？快走，赶在天亮前出城。忘忧藤的味道在这里最浓，父亲一定在里面。大姑娘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兄弟们，动手！哲宇，你太傻了！明知干预凡间刑案要受族规天罚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我不准你再为了我受伤！苏婉堂，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报恩，是因为我想护着你，仅此而已。婉堂，爹全记起来了。当年你娘病重前，周氏每次送完安神汤，你娘都会咳得更厉害。你娘不是病死的，是周氏害了她。今晚周氏给爹灌了药，借口送医把爹运出城，其实是想在破庙毒死爹，好让公堂上死无对证。是爹糊涂啊，竟然信了那个毒妇，委屈了你这么多年。你娘临终前曾把血衣交给过我，可我一想追查，周氏就送来掺了忘忧藤的茶水，爹就什么都记不清了，还屡屡责罚你。婉堂，是爹对不起你。父亲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苏氏药房和母亲的嫁妆，还有母亲的冤屈，我们必须一一讨回来。这苏怀山竟然没死！顾大人，你故意放周氏母女出城，不就是盼着我父亲暴病在路上，好让你掩盖私占神物、滥用私刑的罪行，死无对证吗？可惜天不遂人愿，我父亲已经彻底清醒。当年审视旧案，苏妹下毒案皆已水落石出。大人若是还想保住头上乌纱帽，解了体内残毒，明日就该秉公开堂审案。传本官令，周氏母女潜逃未遂，立刻将他们缉拿收押，严加看管。明日大堂之上，四案同审。娘，咱们今晚就被关进来了，明天该怎么办？陆承安怎么还不来救我们？陆承安那个废物根本指望不上。明天公场上，你必须把下毒、偷宝瓶、栽赃的罪名全揽在自己身上。
娘，你这是要我替你顶罪？毒是你下的，沈氏也是你杀的，你凭什么要我替你顶罪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不是苏怀山的亲生虎梦，就凭你那个混账生父毁我清白，逼我生下你这个野种，父债子偿。你若是不替我顶罪，我明天就当堂把你的身世抖出来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野种，连你都说我是野种。娘，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女儿，那就别怪女儿不孝了。只要你死了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罪名全推到你头上，到时候我还是苏家的小姐。娘，妹儿昨晚想通了，一定听您的，把罪名都担下来。您喝口水消消气吧。蠢货，这水里下了什么东西？真当以为老娘看不出来？这忘忧藤是我一手教你用的，凭你也配跟我玩心眼？大姑娘，万事俱备，老夫已经派人将顾玄章此前强占神物，在大牢动用私刑的记录灯巧清楚，连夜送去了监察使邢远。好，顾玄章若敢在公堂上偏袒周氏，徇私枉法，监察使的人自会送他丢官卸职。大人，不好了！监察使的人正在往白云城赶，说是接到了关于您私占神物、屈打人犯的弹劾信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苏婉堂，你居然还留了后手！四案同审，本官已经应下，但神物相关的案子绝对不能摆到明面上细查。若是被朝廷知道本官私占青鸾至宝，对医女动用私刑，本官乌纱帽铁定不保。大人放心，咱们连夜改动卷宗，把扣押神物的记载全部抹去，只留周氏母女下毒栽赃、侵吞嫁妆的办案。就算监察使追究，大人也只是一个失察的轻过。就按你说的办，连夜把涉案卷宗记载处理干净。顾大人，前脚答应四案同审，后脚就想删修卷宗。实话告诉大人，你强占神物，废我双手的证据，我早已差人快马加鞭送往监察使行妖。明日公堂，大人若敢隐瞒半分，监察使的折子，当天就会递到京城刑部。你，苏万堂，你早有预谋。好，明日公堂，只要你能拿出证据，本官定会秉公断案。顾大人、监察使大人，民女今日要状告周氏、苏妹多案并犯，此乃王母沈氏当年留下的嫁妆账册、藏起来的药渣物证，以及苏妹在青玉露中掺毒谋害我父亲的罪证。大人，大姑娘这是在诬告啊！她为了霸占苏家所有财产，竟然编造出王母因毒而死的谎话，不惜毁坏苏家清誉，甚至逼迫重病的生父来指认妾身。大人，学生可以作证。苏婉堂因嫉妒妹妹苏妹与学生的婚约，才故意在定亲宴上拿出一本假单，其心可诛啊！空口无凭，民女请家父苏怀山上堂作证。大老爷，监察使大人，这些年是周氏这个恶毒女人
在我的安神汤里下了忘忧藤，害得我神志不清，险些害死我的亲生女儿啊！每次我喝完周氏端来的药，便会头疼欲裂，记忆全无。若非晚唐用神药救我，我早已死在他们母女的酸劲之中了。大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妾身不过一介神龟妇人，大字不识，药汤都是赵方解药，怎会知道里面有毒？大人，是小人医术不精，开错了肺病药方，导致苏老爷药性相冲，这都是小人一人的罪过，与周夫人无关啊！开错药，大夫，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忘忧藤乃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禁药，能让人记忆错乱、神志模糊，根本不是任何肺病方子里的药材。你行医多年，会连这都分不清楚？老夫以药师会100年名誉担保，苏大姑娘所言非虚，忘忧藤剧毒且能迷幻心智，绝不可能用于文补方剂。周氏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大人，我父亲的投毒案已经说清了，现在该算算我母亲沈氏的谢案了。老嬷嬷，当年我母亲临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现在当着监察使大人和全城百姓的面，你还要继续瞒着吗？老嬷嬷，你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嬷嬷，大姐肯定是许了你天大的好处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！小宝，大人，老夫招了。当年沈氏根本不是病死的，是周氏。周氏在进府前就心怀不轨，在夫人的安神汤里长期参出寒肺散，才导致夫人身体衰败的。周氏还绑了我孙儿，让我做伪证诬陷大姑娘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定是被苏婉堂收买了。你有何证据证明那药是我下的？这血衣上的毒与周氏佛堂搜出的望鱼藤、寒肺散余毒完全一致。周氏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大人，都是苏妹这丫头嫉恨嫡姐，想私吞神物，才在青玉露里下毒陷害苏婉堂的。民妇只是想替她隐瞒一二，所以才替她做了周旋。但沈氏中毒之事真的与民妇无关。周氏，你可真是我亲娘啊！既然你想让我替你顶罪，那就别怪我不孝。大人，沈氏就是他害死的，我爹的毒也是他亲手下的，而我不过是听了他的指使，才去偷青玉宝瓶的。苏妹，你终于承认是你偷了青玉宝瓶。是我又怎么样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！凭什么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你苏婉堂的？诸位大人，我父苏怀山投毒一案，如今已水落石出。老夫也可以作证，苏妹此前就因贪念强抢神物，已受过神火天罚，城内药农皆可作证。我只是想赢你一次，凭什么你一生下来什么都有，而我却是个见不得光的野种？苏婉堂，你不就是仗着那只青鸾少君在背后护着你吗？有本事你让他当堂画出真身来指认我啊！大人，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青鸾神鸟，裴哲宇不过是苏婉堂在外面养的野男人，他编造神鸟传说，就是为了糊弄百姓，掩盖他出害父亲的罪行。对，大姑娘一向擅长妖言惑众，那发光的珠子和宝瓶，不过是她用来装神弄鬼的邪物。哲宇，你为我插手坟间宿尸，多次受罚，
本源损伤严重，若再强行跨界，雷劫会直接要了你的命的。生火在烧我！愚蠢凡人，本君在此，岂容你们空口污蔑？本少君亲政，苏婉堂乃是本少君的救命恩人，而苏妹强夺报恩神羽，生拔本少君主羽，偷盗青玉宝瓶，桩桩件件皆是通天恶行。等我回来。来人，将县衙所有涉案卷宗即刻封锁。顾玄章知法犯法，妄加强占神物，滥用私刑，罪加一等。监察使大人，下官冤枉啊！下官也是受了苏妹母女的蒙蔽，以为那是邪物，才代为保管的。蒙蔽，顾大人，药师会会长早已警告过你，神物不可强占，你却为了私炼仙药，不仅查封我的药炉，还在大牢里对我动用夹棍私刑，意图灭口。本官认罪，是下官一时贪心，贪图神物，屈打无辜，本官认罪。本官今日代天巡上，接管此案。来人，摘掉顾玄章的顶戴花翎，押入牢房看管。当年毒害沈夫人的药是他下的，爹爹身上的毒也是他下的，不关我的事。苏妹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你竟敢把脏水全泼在我身上！本来就是你干的，你为了夺取苏府家产和沈氏嫁妆，逼我去偷青玉宝瓶，还逼我写状诬告大姐，你甚至连爹爹都不放过！你以为你算什么好东西？今天我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苏淮山的主，你就是个父不明的野种！野种，我是野种，我拼了命抢来的一切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监察使大人，如今真相大白，还请大人宣判此案。周氏毒害原配沈氏，投毒苏家家主，侵吞嫁妆药方，数罪并罚，铁证如山。罪妇周氏手段残忍，谋财害命，毒害沈氏与苏淮山。论律，判周氏斩立决，即日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罪女苏妹虽非杀人主谋，却强夺神羽，偷盗神物，引得全城药灾，罪不容恕。大人，此女血脉存疑，且心术不正，我等苏家族老今日当堂决议，将苏妹彻底逐出族谱。好，判庶女苏妹流放苦寒药厂，终生为药奴，永不得回白云城。苏安堂，为什么你生来什么都有，而我拼尽全力，最后却成了一个卑贱的药奴？苏妹，我拥有的一切，从来不是靠谋害他人抢夺而来的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就是你的因果。顾玄章，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贪占神物，滥用刑罚，意图掩盖罪行。本官今日暂夺你官印，押送上级衙门复审，听候发落。至于这神物，本就属于旧氏一女，
自当物归原主，任何人不得强占。苏大姑娘，求你救救本官，替本官向监察使大人求情啊！下官也是一时糊涂啊。顾大人，我能施珍保你一命，已是尽了医者本分，但我绝不会替你这等贪官脱去半分罪责。大姑娘，老夫汗颜。当年药师会管事私收神羽，也是药灾的主因之一。老夫今日宣布，革去那逆徒药籍，交由官府治罪。万堂，爹错怪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能原谅爹爹吗？父亲，你且安心养病吧。万堂妹妹，如今你洗清冤屈，重掌苏氏药房，你我两家当年的婚约，依承安之见，不如重新操办如何？大姑娘，沈夫人当年的6家铺面、18处药田已全部收回。如今苏氏药坊经你打理，远近医馆听说了，都来排队求货呢。多亏会长孝助，晚堂铭鉴于心。哈哈哈哈哈！官差大哥，求求你们别查封宅子，那宝玉书是我一时糊涂才签的呀！滚开！以陆家白纸黑字为死囚周氏作保，如今周氏已伏法，你家需变卖家产，偿还侵吞沈氏药坊的38000两赃款。万堂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周氏母女蛊惑我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，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帮我免了那38000两银子。我愿意入赘苏家，一生一世伺候你。入赘？你陆家不是号称白云城首富吗？怎的连这38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？药坊事忙，别让闲杂人等脏了药炉门前的地。大姑娘，前番药灾伤了凤鸣山地气药脉。白云城未来10年，怕是都种不出上等药材了。会长放心，晚堂今日便是来复苏此山。神迹！当真是神迹啊！大姑娘真乃神医在世。哲宇，药脉复苏了，你如今可还好？晚堂，如今你名震全城，苏氏药坊在你手里成了白云城第1药坊，往后你便是苏家唯一的掌权人。多谢父亲，晚堂定不负所托。少君裴哲宇，你数次动用灵力，擅自干涉凡尘因果，甚至当堂显圣，扰乱凡律，你可知罪？哲宇无悔。你若执意不悔，便要剥去神骨，革除孪族少君之位，贬为肉体凡胎，再无飞升归位可能。你甘愿为一介凡间女子，放弃万年修为与神位吗？神道无情，非哲宇所求。哲宇甘为凡人。神骨已剥离，将他送入凡尘。大姑娘，近日省城医馆又送来10张求药帖，都盼着您能亲自出诊。回了他们，药炉今日不接诊，我要留在药田照看这批新培育的药苗。
已经3个月了。哲宇，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了？请问苏姑娘，这药炉还招收分拣草药的学徒吗？哲宇，你的神力呢？哲宇现在只是白云城里一个略懂医术的普通凡人。苏仙子，我如今无家可归，连3餐都成问题，你当真不打算收留我吗？你这个傻子，堂堂少君不当，跑来给我当学徒。少君有什么好？九重天上可没有一个叫苏婉堂的姑娘知我冷暖。婉堂，从前都是我护着你，往后可要换你护着我这个凡人了。好，以后本仙子养你一辈子。